你想不想快速学会一门技能？欢迎来到我的新频道，这里不教大家补强、钻墙、做东西了，只分享和想有关的内容，像如何早起、如何快速掌握一门技能、好书分享，还有人生经验之类的东西，以及做副业和自媒体相关的，像如何制作爆款封面，怎么控制视频节奏，视频是横屏还是竖屏，它们的优缺点是什么，出镜不出镜的分别，商单如何报价等内容，更多是从思维方面来帮大家提高自己。那不废话，开始我们本期内容。如果你看过我另一频道的这期内容，那么可以快进下这部分。2014年的时候，我还是名普通的软件测试工程师，和大多数人一样，收入一般般，经常加班，不上班时累的就想睡懒觉、玩手机、玩游戏。直到决定生宝宝开始备孕时，我的生活开始了改变，咬着牙戒掉了抽了10多年的烟，开始跑步减肥锻炼身体，学习怎么控制饮食和锻炼肌肉，成功的减肥并锻炼出了腹肌，还用邪修的方式自学了自由泳，解锁了引体向上和高阶引体，把这些内容分享到网络上之后大受欢迎，逐渐就做了图文博主，开启了我的副业收入，也同时开启了我的自学之路。慢慢学会了用手机怎么拍照好看，接着学会了怎么用单反拍照，怎么 PS， 逐渐也拍出来了商业水准的照片。图文的热度逐渐下去之后，又开始学会了拍视频，怎么剪辑，怎么做封面，并产出了一篇篇的大爆款的内容。紧接着学会了怎么自己装修房子，砸墙、刷漆、垒墙、电路、水路、铺地板、做橱柜。我基本上一个人顶了一个装修队，而后又学会了园艺，开始种花种菜，给院子扩展水路，布置自动灌溉、远程控制，学会了怎么驱蚊，学习怎么遏制杂草，学做液体肥，怎么发酵有机肥，还搞清楚了各种肥料、药剂、生长激素。把上面这些内容分享到网络之后，全网收获了接近200多万的粉丝。那下面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是如何快速学会一门知识和掌握一门技能的。先说好，我的这个方法并不科学，属于要持续解题的那种，不一定适用于所有人，但足够高效，大家仅供参考。遇到一门知识或一个技能，首先我不会找到完整的所有教程，然后从基础的开始学，那样太慢了，而且你很多东西都用不上。我通常都是以结果为导向，选择性的学，先确定自己要掌握到哪种程度，找到对的信息获取渠道，优先看那些能满足我需求的内容，再看以此为生的人他们是怎么做的，然后快速上手摸索。遇到阻碍的话，单独去解决阻碍，时刻提醒自己不需要做到优秀，先及格再说。下面我拆分下来逐个说。拿木工为例，木工的那种培训班会教你怎么处理木料，然后开榫卯和使用工具等基础知识。毕业的标准会做个4脚8叉的小凳子，因为你会做4脚8叉的凳子，其他东西你就都会了。这些我到现在都不会，但这并不影响我能做出可折叠的楼梯和一整套的橱柜，因为我本身是奔着去做橱柜才去了解的木工，所以我只会去学做橱柜需要的木工工具和知识。至于其他的东西，等有时间了，或者是真正用到了，那再学也没关系。就像 Photoshop， 现在基本的遮罩还有常用的钢笔，我到现在都不会，但也不影响我能做出我所有视频的封面。只学需要的，不学用不上的，把时间花在刀刃上，遇到问题单独解决问题，这样就可以最大化你的学习进度。但这有个前提，是你要找对你的信息获取渠道。相信大部分人查资料还是靠搜索引擎，搜索出来找到个文章或者视频，点开就开始看。其实这种方式太慢太不靠谱，先不说你搜索结果有一半都是竞价排名的广告，就信息密度和专业性来说太低了，绝大部分都是啰嗦内容和碎片知识，看着费劲不说，还有很多未经验证、以讹传讹甚至识人牙慧的内容。所以你要去书里找答案，而且得是大出版社权威作者的书，只有书里面的信息密度才是最大的，而且内容不啰嗦没废话，网红作者除外啊，你需要的东西里面基本上都能找到，而且你按目录可以随时找，无论哪个章节都是非常专业和靠谱的。知网也是个好渠道，有想做的东西或者想法的话，你可以去里面先搜一搜，大概率已经有人非常严谨的做了论文了，参考他们的步骤和材料准没错。以做家具为例子，找到靠谱的书，快速定位到柜子这一章，消化一下内容，找一下以此为生的人，看一下他们的流程，把过程中出现的工具步骤和书上的内容一一对照一下，串联起来后，你就知道这个东西是怎么回事了。以此为生的人通常分3类人，一是行业里的网红 KOL， 二是资深的老师、教授、学生，最后一个就是专门干活的师傅。我会重点看干活的师傅，偶尔看看老师。刷到网红发的内容感兴趣的话，就快进瞅一眼，
我细说一下为什么这么做。首先，只要是有自己产业或课程的那些网红，绝大部分内容的出发点都是利己，流量、带货、卖课基本上都会占一头，通常会拿一个很小的知识点或者痛点出内容，几分钟的视频有用的其实就几十秒，还会藏着掖着点，最后还会往自己卖的东西或者课程上引一下。内容的顺序也是想起来一出是一出，他们发的内容每期的信息密度可以理解为书本里面的一章一节里面的一小段，而且他只会告诉你应该这么做，但不会告诉你为什么这么做。而行业的老师、教授、学生会更好些，他们的利益点就会少很多，当然也有带货的，不过他们的信息密度会更大一些，他们的一期内容多了能覆盖书里的好几页。而且还有个好处就是，老师会习惯的把有关联的内容上下都给你串联起来，甚至把一类内容做成一个合集，这样你看起来就很有条理。少数的老师和教授还有很多现场实践的内容，他们的专业程度一般都没问题的，不但告诉你应该怎么做，还会告诉你为什么这么做，便于你理解。我遇到难题时，通常会去他们的内容里面搜一搜，看有没有。最后就是干活的师傅了，他们的内容也没太多废话，也没太多花哨的运镜，就是来到一个地方开始干活，整个的过程就是一期节目，干完去下一个地方就是下一期节目，属于真正拿手艺吃饭的人。大部分人都不太乐意看这种内容，因为觉得没意思，好多也看不懂，所以他们的内容热度一般也不高。但我重点看的其实就是他们才是把书里各个章节、各个知识点全部串联起来并付诸实践的人。而且师傅大都追求效率，书里的几页内容他们可能一个工具、一个技巧，甚至徒手就能实现。少数实在点的师傅还会跟你分享细节和窍门，这类师傅很少，一般我都会关注，因为我学的很杂，所以各行各业的这类师傅我都关注了好多。回头我单独做一期再和大家分享。方法步骤现在都会了，那下一步就是要立即动手实践。因为我们是速学，跳过了很多内容，所以不要抱着做多完美的预期，你把目标定到及格就行了。关键是你得先动手，你只有做了，才知道具体的问题和哪里需要改进。如果遇到问题，除了从书里或者那些专业的老师教授内容里面搜以外，不要忘了还有智能 AI 这个利器。描述问题时，把你自身的水平情况，在做什么，想完成到哪种程度，遇到了什么问题，一一都给他说清楚。你越啰嗦越详细，越能节省你和他的对话次数。其实你真正开始干了，发现其实也就那么回事儿，很多东西都不难的。而且当你掌握的技能越多的时候，你就越不怕事儿，越自信。就像我之前补墙，墙面随便钻、随便敲、随便砸，无论你破坏成什么样，我都能自信给你修复到完全看不出来。给这个院子扩展水路的时候也是，拆水龙头丝断里面了，死活弄不出来，那索性就凿开，重新热熔个弯头就行了。反正我也会做水路，所以只要你懂原理，有工具，做的多了，哪怕遇到问题，你就有很多思路去解决。做的越多，经验越丰富，慢慢不知不觉，你自己就成为别人眼里的大神了。OK， 这就是本期内容，希望我的这个思路能对你有所帮助。那我们下期再见。